这个国家有多恐怖？在他们那儿，全国女性成了生育机器，禁止离婚，也不允许堕胎、避孕，甚至每个女人呢都得在45岁之前生够4个娃，要不然就得交税。结果呢，国家人口增长了200多万，却有超10万婴儿成了智力低下、不能自理的低能儿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罗马尼亚位于巴尔干半岛北部，与乌克兰、摩尔多瓦、保加利亚、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23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905万人。现在很多国家人口增长或多或少呢都在下降。你看韩国出生率甚至不足1%，死的人比刚出生的婴儿还多，搞得大家都说，要是再不管生育率的话，韩国就要自然灭亡了。所以韩国人开始发各种育儿补贴。其实其他国家想要提高生育率的办法也大同小异，总的来说就是要降低生育带来的经济压力。但罗马尼亚却是个奇葩，在上世纪60年代，他们碰上了和韩国差不多的情况，为了多点人口、多点劳动力，他们就想了个增加人口的好办法。当然，那肯定不是发放什么育儿补贴了，那是想都别想啊，太费钱了。但这事儿吧，除了鼓励也没别的办法啊，难道有强迫吗？罗马尼亚还真就强迫了。先是把结婚年龄降到15岁，还禁止离婚，之后又宣布堕胎和避孕是违法的，药店不能贩卖避孕药，医院也不能堕胎，谁敢堕胎的人要受罚，医生更要罚。为了让女性多生，政府还规定45岁以下要生4个，否则就得交高额税款。罗马尼亚催生催得有多离谱，不允许堕胎避孕就算了，还有专门的机构每个月去检查女性来大姨妈的情况，说是要调整身体到最佳状态，实际就是检测她们是不是偷偷的避孕了啥的。总之就一句话，生也得生，不生也得生。在这种严苛的催生下，罗马尼亚的人口有着显著的提升，短短几年就多出了200多万的人口。但这一切呢，都是建立在女性的痛苦上。当初为了打消民众疑虑，罗马尼亚政府也曾经许诺过要提高收入，建多一点的医院和幼儿园，甚至大肆宣传说只要你敢生，国家就敢帮你养。事实上，别说什么发福利了，罗马尼亚的经济就差点没崩溃。眼看来软的不行啊，罗马尼亚直接开始玩硬的，不允许堕胎和避孕只是最基本的，要是哪家医院和医生感觉这种手术，就得进监狱吃15年的牢饭，堕胎的人也不例外。除此之外，女性每过1个月的时间都得检查身体，要是有堕胎或者是避孕的迹象，后果就惨喽。如果发现怀孕了，那么会有专门的机构紧密的盯着，直到孩子生下来为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罗马尼亚的女性完成了生育工具。当然，肯定也会有人宁死不屈，既然正规的不行，他们要去黑诊所堕胎，要么自己堕胎，为了能够流产从高处摔下来，或者进行其他自残行为，以至于很多女性损害了自己的身体，甚至因此而丧生。其次，遭罪的不仅仅是女性，就连那些政府拼尽全力想要生下来的孩子，也成了这场残酷催生下最无辜的悲剧。在强压的催生下，罗马尼亚涌现了一股婴儿潮。但是悲剧的是，就凭罗马尼亚的经济水平，很多家庭压根就支撑不起养4个孩子。没办法，最后这些孩子的结局，无一不是被抛弃到孤儿院里存活。有数据显示，每年至少有上万名婴儿被抛弃到孤儿院。为了能安置这些婴儿，罗马尼亚在全国建立了几百所孤儿院。但问题是，住的地方是有了，照顾婴儿的人手严重不足。很多情况下，一人至少要照顾几10名孩子，根本管不过来。别说关爱、玩耍和陪伴了，就能说句话都不容易。每天除了吃完和更换尿布外，他们没有接触其他人的机会。孩子说是孩子，其实就像是工厂里的零部件一样，你甚至在里面都听不到婴儿的哭泣声，因为任何感情得不到回应，这些孩子早就麻木了。等到这项政策终于结束后，这种孤儿多达10万。他们不仅没离开过孤儿院，有的人甚至连床都没下过，连路都不会走，就只会爬。后来有学者测试过，大部分的孤儿或多或少都带点智力缺陷，或者是精神问题。等这些人长大后，想找一份工作自力更生也是件困难的事。罗马尼亚的催生政策确实有效，提高了全国人口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它也毁掉了罗马尼亚一代人的事实。生育率降低是很多国家难以避免的问题。面对这个问题，想要解决也很简单，就是从实际出发，搞定如今年轻人生育碰到的问题，房价、收入等，解除后顾之忧才是王道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